上一世，妹妹说学习没用，怂恿我逃课，通宵打游戏，上课睡觉。只要我一学习，她就嘲笑我假正经，而她却在深夜苦读，假期偷偷去图书馆和学霸学习。高考时，她成功考上985，毕业进入大厂，嫁了年入100万的程序员。而我高考考了200多分，被爸妈嫌弃，赶去电子厂打螺丝，后来嫁了一个黄毛，孕期被打，最后难产而死。我死后，妹妹在我的葬礼上说我明明很聪明，却不爱学习。我今天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，不像她，从小就知道好好学习，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。再睁开眼，我正坐在网吧和队友打游戏，打得热火朝天。我摇摇迷糊的脑袋，拎起脏兮兮的书包往家跑。回到家，妹妹正在台灯下奋笔疾书，看到我回来，她飞快藏好卷子。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走了4缺1，其他队友怎么办？每次都是她叫我去网吧打游戏，她每次都说自己困了，回家偷偷学习。我拿出崭新的课本，把我的目标院校贴在墙上。妹妹瞬间暴怒，你要考清北，你怎么配上清北？我不但要考清北，我还要让你明白，天才不是你靠勤奋就能追上的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的5杀画面，闻着那刺鼻的烟味和汗臭味，耳边充斥着队友失败后的叫骂声。我难以置信地环顾四周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17岁，距离高3一模考试还有1个月的时候。我提起脚下脏兮兮的书包就往外冲，背后传来队友焦急的质问声。我答应了要带他们上王者的，我这一走，他们必输无疑，但我的前途可比他们这一时的胜利重要的多了。我谁都不理会，脚步飞快，不一会儿就到家了，已经是凌晨1点了。妹妹的卧室里灯火通明，她的影子投射在窗户上，手中的笔在纸上快速滑动着。我直接推开她的卧室门，她被我吓了一跳，慌忙把胳膊下的试卷藏起来。我手里的手机把这一幕完整的录了下来。我打着哈欠问她，你不是说困了吗？怎么还不睡呢？她故作镇定地回答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发现书包没收拾，收拾好就睡。妹妹屋里的灯灭了，我打开了许久未开的台灯，拿出那连名字都没写的课本。上一世，我初3靠着临时抱佛脚，压线才考上高中。妹妹当时震惊之余，还告诉我学习好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和学校里的小混混们玩得好才是真厉害。学校里有一个高价班，里面全是家里有权有势，但学习成绩一塌糊涂，靠钱才进来的学生。我听信了妹妹的话，每天跟着他们逃课去上网，我们以学习好为耻，谁游戏打得最厉害，谁就最光荣。我稍微一努力，就成了他们当中游戏打得最厉害的。可那时我并不知道，他们都是富家子弟，高2就会去念国际班，高3就出国留学了，回来后就会进入家族企业工作。而我的爸妈只是普通的上班族，我考不上好大学，就只能去打螺丝了。我长得漂亮，一进电子厂就被一个黄毛看上了。我把这件事告诉妹妹，妹妹还鼓励我去追求真爱。她说爱情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，只要黄毛爱我，真爱可以战胜一切。我信以为真，和黄毛未婚生子，没有彩礼，就草草地领了结婚证。可自从领了证，黄毛就开始对我拳打脚踢。他只要喝醉了就会说，我和妹妹都是一个妈生的，为什么妹妹那么优秀，我却蠢笨如猪。我含着泪回想往昔，其实我才是最优秀的那个呀。所有的题目我都是一看就会，看书过目不忘。我高考失败的时候，我初中的老师知道后都不敢相信我会变得这么笨。后来我生孩子难产，黄毛拒绝剖腹产，最终导致我一尸两命。我生产的时候给妹妹打了无数个电话，她都说自己忙。我一死，她马上就出现了，在我的葬礼上，众人都唏嘘不已。曾经的小天才怎么会落得这般田地？妹妹装作痛心疾首的样子告诉大家，我明明很聪明，却不爱学习。我如今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不像她，从小就懂得好好学习，靠学习改变了命运。所有人都走后，妹妹得意洋洋地炫耀起来，说出了骗我的原因。原来我从小就聪明，爸妈的目光都在我身上，她极度的发狂，便利用我对她的信任，给我设了一个局。这一回，我绝不再重蹈覆辙，我要让她明白，天才就是天才，不是你靠努力就能比得上的。我拿出纸，写下我一定要考上清北，然后贴在我的书桌前。我拿出高1的课本，开始从第1页看起。凌晨3点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看完了2本书，知识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我睡了2个小时，就爬起来第一个进入教室，开始早读。等同学们陆续到校的时候，我已经背完了2本高1上下册的英语单词了。同学们像看到鬼一样看着我。桑应之居然开始学习了，真是稀罕事。离高考只有半年了，再努力也没用了，顶多能考个大专。就他那成绩，公办大专都选，估计只能花高价读私立大专了。我不去理会他们的闲言碎语。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，自会见分晓。妹妹还是像往常一样，踩着铃声进教室。她一看到我就问：姐姐，早上你怎么不叫我呢？以后我每天都会5点到校，你要是能起来就和我一起，起不来就自己定闹钟。妹妹奇怪地问：你又不学习，来这么早干嘛？我的后桌司子昂兴奋地告诉妹妹：你姐一大早就来背英语单词了，好像已经背了2本书了，也不知道她发什么疯呢。妹妹愣了一下，立马就生气地说：姐，学习有什么用啊？咱们就是为了混个高中文凭，等毕业了咱们就一起进厂打工。我都打听好了，在电子厂干得好的话，1个月能挣1万多呢。我拿出手机，把视频放到她面前。电子厂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半夜偷偷学习呢？妹妹看着视频，脸色立刻变得煞白。司子昂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指着妹妹大喊：好你个桑玉之，怪不得每次打游戏打到一半你就跑了，原来是回家偷偷学习去了。你整天偷学，还只能考400多分，你这脑子也不怎么样啊。妹妹气得满脸通红，打开课本开始背单词，一个单词反反复复背了10几遍，还是记不住。放学后，我依旧陪着那些少爷小姐们去网吧打游戏，我不会和他们断绝关系的。等我毕业，他们都会是我的资源。上一世我辛苦维护的关系，最后都被妹妹占为己有了。我带着他们5连胜之后，就飞速赶回家。爸妈看到我回家，就对我冷嘲热讽：哟，还知道早回来了，你不是说死也要死在网吧吗？有本事天天晚上待在里面别出来啊！我倒要看看你高考能考出个什么成绩来。上一世爸妈为了让我好好学习，想尽了办法，我却坚信妹妹的话，就是不肯学习。结果爸妈对我彻底失望，除了不让我饿死，就不再管我了。我死后，他们俩伤心了好久，我妈还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。我扑通一声跪在爸妈面前：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考上好大学的。我妈惊讶地看着我，转过身去擦眼泪。我爸赶紧把我扶起来：好，知道学习就好。爸爸就知道你本质不坏，虽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但你只管努力，大不了咱们再复读1年。我点点头：爸妈你们放心，我一次就能考上，我还要考清北呢。这时妹妹拿着课本从屋里出来了：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和司子昂他们去网吧打游戏去了吗？她故意走到我身边，然后马上捂住鼻子：哎呀，姐你身上的烟味也太浓了吧，呛死我了。我妈也凑过来闻了闻，紧接着就甩了我一巴掌。我就知道你狗改不了吃屎，你明明刚从网吧回来，还骗我们说要好好学习。就你这样每次考试考200多分，还逃课打游戏的，要是能考上清北，猪都能考上清北了。爸爸也失望地叹了口气，和妈妈一起回了卧室。没人的时候，妹妹终于露出了她的真面目：姐姐，你别白费力气了，就剩下半年了，你是超越不了我的。我是在隐藏实力呢，我的真实水平可不止400多分。我冷笑一声，转身回卧室学习。多说无益，我要用成绩向所有人展示我的真正实力。我们每周都有一次小测验，我虽然有进步，但还是没能及格。而妹妹彻底不伪装了，正常发挥就考了班级第2，年级第10。班主任夸我有进步，说我有希望考上公办专科。我看了看妹妹的卷子，最难的题她没做出来，她的脑子确实不够灵光。妹妹把她的卷子放在我面前，故意把成绩录给我看：姐，你看，英语满分哦，数学129哦，我看看你的，数学59，不错不错，要是满分100，你就差1分就及格了。可惜咱们满分是150，90分才及格呢。哎呀，你有点偏科呀，语文考了60，你文科比理科好。司子昂劝我：应之，你不是学习的料，别学了。你最近都不和我们通宵打游戏了，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掉段位。妹妹假装训斥司子昂：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姐姐呢？我姐姐可是要考清北的。妹妹的话音刚落，班里就爆发出一阵嘲笑声：总分不到400，考清北，笑死人了。她以为清北是她家开的，想去就去啊。她要是能考上清北，我就能考上佛哈大学了，哈哈！我不理会他们，拿出3年高考5年模拟，开始刷题。
班主任像一阵风似的闯进教室，班主任把一沓草稿纸放在我桌子上。桑应之，这是你的草稿纸吗？我点点头。班主任居然兴奋地抱住我，天才呀，你就是个天才。校长总说我能力一般，只能教普通班，没想到我也能教出能上清北的学生了，哈哈。妹妹震惊地看着班主任，宋老师，我姐这次考试是进步了，但她总分只有397分啊，她怎么可能考上清北呢？班主任拍拍我的肩膀，她能，她肯定能，你姐姐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。司子昂小声嘀咕，宋老师不会是疯了吧？一模考试很快就到了，成绩出来后，全校排名贴在了走廊上，妹妹排在年级第20名，我排在第988名。妹妹立刻开始嘲笑我，哟，咱们未来的清北大学生进步可不小呢，都排到年级988名了。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年级主任站在旁边，意味深长地说，桑应之应该是年级第1的。妹妹愤恨地看着我，明明你都这么差了，为什么所有人还是相信你？我不信你能在半年内从200多分考到700分。我凑到他耳边说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他们都相信我能考上清北吧。我把我所有的卷子、答题卡都放在他面前，他的眼睛越瞪越大。这怎么可能？绝不可能，你肯定是作弊了，我要去举报你。我的答题卡上凡是简单的基础性的题目一道都没做，比较难的题我却都做出来了，而我做出来的题妹妹只做对了一半。妹妹拿着我的答题卡飞奔着冲向校长办公室，她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。校长，我要举报高36班桑应之一母考试作弊。校长对面正坐着我们班的各科老师，看到我和妹妹，校长招手让我过去。桑应之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分析你的问题，你说说为什么简单的题你一道都没做，反而难的题都做出来了，而且还都是用的简便算法。我刚开始努力，要是就考年级第1，怕打击普通同学的自信心。我特意看了妹妹一眼，接着说，我想慢慢来，所以只做了我觉得值得做的题。等3模还有高考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好好发挥的。班主任笑着说，看吧，桑应之的做法和我猜想的一样。校长当即决定把我和妹妹都调到重点班，我和妹妹都拒绝了。我是觉得我在哪里学习都行，而妹妹是要坚持她带坏我的计划。放学后，妹妹带着司子昂他们拦住了我，姐，咱们今天晚上去网吧通宵吧，我要打晋级赛。我欣然同意，带着他们又是连赢5把。我正准备回家学习的时候，一个胳膊上纹着一条龙，看起来明显比我大了7、8岁的男人站在我旁边，弯腰从背后环抱住我，你的操作还是有点问题，哥哥来教你打。我赶忙从他的胳肢窝里挣脱出来，那浓郁的狐臭味差点让我吐出来。你是谁啊你？妹妹赶紧解释，姐，他是龙哥，咱们这一片最厉害的男人，有他保护你，绝对没人敢惹你。龙哥拿出一根劣质烟，自以为帅气的点燃，吐出一个烟圈。桑应之，我看上你了，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，走吧，跟我回家。他淫邪的一笑，老子很久没尝过处女的味道了。妹妹笑着把我的书包塞给我，姐姐，龙哥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快跟他走吧，爸妈那里我会帮你打掩护的。你要是不想去学校上课，我帮你请假。龙哥伸手就要来拉我，我急忙躲开，你别碰我，我是未成年人。龙哥呲着一口大黄牙，兴奋地笑着，你要不是未成年，我还不玩你呢，你装什么纯？你妹妹说了，你骚得很，看到男人就往上贴，哥哥经验丰富，绝对能让你满足。司子昂拉住我的手，让我躲在他身后，我不管你是什么龙哥，给我滚！你要是敢碰应之一根手指头，我就弄死你！所有人都看着龙哥，他可能觉得自己的权威被侵犯了，恼羞成怒，叫骂着就扑向司子昂。最后我们一起进了派出所，司子昂受了伤，龙哥比他更惨，鼻梁都断了，在派出所哭哭啼啼的让警察叔叔给他做主。我爸爸妈妈到了派出所，对着我就是一顿骂，你自己不学好，还要带坏你妹妹。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自己堕落可以，不要让玉芝变得和你一样。我妈要上来打我，被警察拦住了。应之妈妈，你冷静点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妹妹生怕警察跟我妈说出真相，嘴一撇，哭着跟我妈说，妈妈，最近姐姐进步了，都考了400多分，我想着只要姐姐不去打游戏，就能继续进步。我看到姐姐又去了网吧，就叫姐姐回家，谁知道姐姐交了社会上的男朋友，我们就起了冲突。妈妈，我不想看着姐姐堕落，要不你把姐姐送到戒网瘾学校吧，等姐姐好了回来再参加高考，姐姐肯定能考上清北的。我妈看着我唉声叹气，哎，只能这样了，
应之以前多聪明啊，都是游戏把他害成这样的，明天我就去联系学校。司子昂顶着一头绷带冲到我妈面前，帮我解释，阿姨，你不要听玉芝乱说，今天是玉芝主动叫应之去打游戏的，那个龙哥也是玉芝找来的，硬要应之做龙哥的女朋友。妹妹惊恐地看着司子昂，眼珠一转，开始放声大哭。司子昂，我知道你暗恋我姐姐，你也不能为了我姐姐诬陷我呀，我怎么可能会认识龙哥那样的社会混混？要不是我姐常年在网吧混，龙哥怎么会盯上她？说不定我姐早就跟男人睡过了。我妈不由分说就甩了我一巴掌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不好好学习就算了，还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必须把你送进戒网瘾学校，刚好让你和那个什么龙哥也断了。妹妹站在我妈身后，脸上满是得意地看着我。警察终于看不下去了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妈。我妈错愕地看着妹妹，玉芝，你平时那么善良听话，怎么会和小混混搅和在一起，还让小混混欺负你姐姐？应之可是你的双胞胎姐姐呀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？妹妹见事情已经败露，也不再遮遮掩掩了。对，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不得问问你和我爸。我和姐姐明明是双胞胎，为什么她长得又高又漂亮，我却又矮又丑？这个问题我妈其实解释过好多次了，我和妹妹是一卵双胞胎，长得不一样很正常，我像我妈，妹妹像我爸，但她就是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。为什么她那么聪明？她从不学习，中考前就学了半个月就能考上高中。她高中3年不学习，一模前学了1个月就能考全校第一。我呢？我这么努力，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年级第10名。我累得大姨妈3个月都不来了，还是比不过她。你们为什么把最好的都给她？爸爸妈妈站在那里手足无措，这个问题他们确实也回答不了，毕竟样貌和智商也不是他们能决定的。妹妹又把矛头指向司子昂，还有你，他桑应之到底哪里比我好？你放弃出国留学就陪着他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都看不到吗？我震惊地看着司子昂，我一直以为他每天和我混在一起，只是想让我带他上分呢。上一世妹妹嫁给了司子昂，我一直以为司子昂喜欢的是我妹妹。司子昂的妈妈笑得合不拢嘴，哎呦，孩子们要是有感情，只要不影响学习，在一起也没问题呀。我妈赶紧挡在我身前，隔开了司子昂那炽热的目光。我们家应之还小，不能谈恋爱。司子昂的妈妈紧追在我身后，应之妈妈，我们家子昂成绩差，以后没什么指望，要是应之嫁给我家子昂，我就把公司传给应之。我家公司虽然不是特别大，但几十个亿还是有的。妹妹的脸彻底黑了下来，她愤怒地冲进雨中，回头冲着我大喊，桑应之，我一定会超过你，我一定要比你强。其实妹妹有很强的好胜心，这本来是好事，我也很钦佩她的那股子劲儿，但她想要胜利，不应该踩着我的尸骨前行。2模考试的时候，殷校长的要求，我全力以赴，最终不仅是全校第1名，还是全市第1名。第2名的成绩整整比我低了30分。许多同学都来向我讨教经验，但我的成功太过特殊，没办法复制，我只能让他们都回去踏踏实实的学习。妹妹因为压力太大，成绩下滑到了年级第100名。妹妹开始慌了，买了我最喜欢的蛋糕来找我求和。姐，以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才做出那些伤害你的事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帮我补课呀？我最近成绩下滑的太厉害了。我看着妹妹那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如果不是我知道她上一世的狠毒手段，我可能就真相信她是真心悔过了。我很忙，没空给你辅导。你不是认识咱们学校的学霸吗？你让他给你辅导功课吧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司子昂的妈妈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给司子昂补习功课。我换好衣服出门的时候，妹妹可怜巴巴地站在门口看着我换鞋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还恨我，可亲姐妹哪有隔夜仇的？再说我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能给别人补习功课，为什么不能给我补呢？司子昂家的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，我也不想骗他，直接说出了心里话，我就是恨你，就是不想给你补课。你伤害过我，凭什么一句对不起我就要原谅你？你想过我受到的伤害得花多大的努力才能治愈吗？妹妹扭头向我妈求救，妈，你看姐姐，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，以后不还是得让你操心？我妈从饭碗里抬起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妹妹，你姐不愿意给你补课，你就别为难她了。你对你姐做的那些事，换做谁都放不下，我都不敢想。那天要是你姐被那个龙哥带走了，你姐以后的人生可怎么办啊？妹妹抵在门上，哭着大喊，你们担心她的人生，那我呢？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，我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怎么办？你和爸爸要是像司子昂的爸妈一样，
资产过亿，我还用得着整天像老黄牛一样努力学习吗？妈妈放下手里的筷子，眼睛红红的。玉芝，我和你爸是没狮子昂的爸妈厉害，可我们也没缺你吃穿，一直努力供你们读书啊。妹妹又踢又打的收拾书包，你们这么穷，为什么还要生孩子，害我过得这么苦？我不管，姐姐必须给我辅导功课，从今天开始，姐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妹妹说到做到，还真去了狮子昂家门口，但她没能进得了狮子昂家。妹妹跟了2次，一无所获。3模考试的时候，她的成绩竟然下滑到了年级500名，而狮子昂从1000名开外进步到了896名。读个民办本科是没什么问题了。转眼间就到了6月7号，高考来临了。一大早我就伸了伸腿，妹妹看了一眼我的腿，笑着祝福我：姐姐，你今天一定要好好考啊，你那么厉害，一定能一次就考上清北的。我笑着接受了祝福，我知道她肯定还有别的计划，我就等着她出手呢。第2天考完最后一场，刚交完卷子，我还没来得及走出考场，就有2个警察姐姐过来给我戴上了手铐。有人举报我作弊，可是我进考场的时候经过了严格的搜查，我什么都没带呀。警察姐姐目标明确，蹲下拆开我裤腿的边，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条。桑应之同学，这是什么？我一脸淡定地说，知道啊。考场里的考生们震惊地议论起来，天啊，他居然作弊！之前2模和3模考试他都是全市第1，不会都是抄来的吧？我就说怎么会有人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200分考到700分呢？我清了清嗓子，用最大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给自己求的保过符，希望我能一次就考上清北。警察姐姐打开纸条，果然是一个保过符。2人对视了一眼，又继续搜查我的书桌和衣服，还是一无所获。然后他们把我带到教师宿舍，脱光了检查，依旧没有找到任何和考试相关的东西。警察姐姐不好意思地跟我道歉，对不起啊，桑应之同学，我们也是接到举报，有人说你作弊，我们必须对你进行严格检查。我表示理解，然后从容地走出学校。我一直都防备着妹妹，我知道以她那好强的性子，是绝对不会允许我超过她的。有一天回家的时候，我看到妹妹拿着我的校服裤子，说是看到我的裤子破了，要帮我缝一下。我才不信她会这么好心呢。我回到卧室仔细检查裤子，发现裤边缝得歪歪扭扭的。我把裤边拆开一看，里面放着一张很小的纸条，上面用非常小的字号印着几句语文必考的古诗词。我当时就知道妹妹要举报我作弊，我干脆将计就计，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保过符，画好后缝了进去。6月7号早上，我故意伸腿，让妹妹看到我的裤边，她以为我穿了她缝进去答案的裤子，以为她的计谋得逞了。我收拾好东西，和警察姐姐一起走出考场。大家都知道有人高考作弊，很多同学都没走，在那里等着看笑话。老远我就看到妹妹在手舞足蹈的和爸爸妈妈说着什么。我走近的时候，妹妹焦急地大喊大叫，姐姐，我知道你很想考清北，但你也不能作弊呀。现在好了，你什么大学也上不了了，还要坐牢呢。我妈哭着捶了我一拳，应之，只要你不学坏，你考成什么样妈妈都能接受，你为什么要作弊呀？这下好了，你上不了大学，还留了案底，你以后可怎么办啊？警察姐姐安慰我妈，阿姨，你女儿没有作弊，我们没有在她身上发现任何和高考内容有关的东西。妹妹脸上的难过，这次是真的变成难过了。不可能，妹妹低头看向我的裤子，我的裤边已经打开了，她的脸色由青变红再变白，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就不再说话了。我已经告诉警察姐姐，是我妹妹搞的鬼，只要她敢说出我答案在裤边里缝着，这就能成为她诬陷我的证据。我妈破涕为笑，我就知道我们应之那么聪明，肯定不会作弊的。妈妈把怀里的花递给我，宝贝女儿，祝贺你，考试结束了，自由了。我接过花，装作不经意地问妹妹，妹妹早就出来了吧？妹妹微微张着嘴，眼睛飘忽不定，时不时地看向警察姐姐。我妈替妹妹回答，你妹妹最后一场早就出来了，你妹妹说考得很不错呢，应该是超常发挥了。回到家里，爸爸妈妈出去买菜，准备给我们做一顿大餐，家里就剩下我和妹妹2个人了。妹妹哭着问我，你是不是考得很好？你很得意吧？你超过我了，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又回到你身上了，所有人都爱你，而我就是个没人关注的笨蛋。你别得意，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环节，我只是这一次不如你，不可能每次都不如你。我边鼓掌边刺激妹妹，不管是人生的哪一个环节，你都比不过我，你就是个失败者，我就是要刺激她，我要让她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，
赶紧把它解决掉，不然时间长了，他突然给我来个阴招，我怕我招架不住。人生那么长，我可不能天天提防着他。妹妹崩溃大哭，把屋子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个遍。她双手沾满了血，跪在地上，我不会输的，我一定不会输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上清北的，咱们走着瞧。1个月后，高考成绩出来了，妹妹考了545分，勉强能上一个一本，而我的成绩全部是0分。妹妹趁机给我妈洗脑，妈，我就说我姐以前的成绩都是抄了吧，你看高考她没得抄了，竟然考了0分，你快让她出去打工吧，好给我挣学费。我妈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妹妹，玉芝，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？0分代表的不是你姐姐考了0分，而是她考得太好了。妹妹不死心，还在不停地劝我妈让我去电子厂打工，我妈不理她，去上班了。妹妹恶狠狠地对我说，你别得意，你要是没考上大学，妈妈肯定会让你出去打工的。报考系统开放的时候，我只填了清北的计算机专业，而且不服从调剂。晚上我正睡得香呢，妹妹突然冲进我的房间，我就说你肯定上不了清北吧，哈哈。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问你又发什么疯？妹妹狰狞的脸凑到我跟前，报考系统关闭了，你快去看看你报考的学校吧，哈哈。我一下子坐起来，打开电脑，发现我报考的学校变成了一所偏远地区普通本科的鸡肋专业，我就知道他会在志愿上动手脚。我点进去，把志愿修改成清北，然后又躺回去睡觉。妹妹震惊地看着我，高考志愿修改3次以后就不能更改了，为什么你的还能改？因为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系统是假的，是我做的一个游戏。我早就知道你会在报考志愿上做手脚，我故意做了这个仿真的游戏链接，把它放在桌面上，还收藏在浏览器里。你又懒又粗心，肯定会随手拿来用的。知道为什么不管你说什么，妈妈都不理你吗？我跟妈妈打了一个赌，赌你是不是已经坏到无可救药了。如果是，我就报警抓你，妈妈不会插手保你。如果你改过自新，我就给你辅导功课，帮你考清北的研究生。现在看来，你输了。妹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喃喃自语，我输了，我怎么会输呢？我绝对不会输的。她站起来，脑袋不规则地晃动着，我肯定还有机会，我肯定不会输。我叫住妹妹，桑玉芝，再告诉你一件事，我早就被保送清北了，所以不管你怎么改志愿，都影响不了我。妹妹终于承受不住，晕了过去。我早就在我屋里装了监控，妹妹当时往我裤子里放答案的过程都被录下来了。妈妈赌输了，我直接报警，把妹妹往我裤子里放答案的视频交给了警察叔叔，而那个诬陷我的报警电话是实名的，很容易就查到是妹妹干的。妹妹被抓了起来，这件事被写进了她的档案，她考上的大学也把她开除了。妹妹出狱以后就出去打工了，她没有学历，还进过监狱，连电子厂都不愿意要她，她只能进小作坊，拿最少的钱，干最累的活。后来她勾引小作坊的老板，想走捷径，怀孕7个月的时候被老板娘抓住，被老板娘狠狠地打了一顿，结果1尸2命。这一次是我去参加她的葬礼，葬礼上冷冷清清的，我和思子昂首牵着手，把鲜花放在她的遗照前。我对妹妹说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下辈子做个好人吧。